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在一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了，就是顺着河边一条小道啊。看这条小道呢，也有些不起眼。在这条小道上骑行，我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骑到平山村。这里还是无人光顾啊，没有人打理的一片区域。虽然我的右侧呢是有2间古色古香的房子，但还没有得到恢复。我姑且往前走吧。这里有很多菜园子，应该就是当地农民的这种村庄边上的地方啊，显得没什么管理。那它毕竟呢是有一条路啊，那我就在这个河边菜地旁边呢往前骑行，看看能不能走出一条路来。看到这边的一些土地都在平整啊，不知道种地呢还是要开发。左侧还有一座小桥，好像那边才可以去到更平坦的路上。前面还有一座桥。先来这边观望一下啊，你可以看看这边的环境。这边好像是要搞一些经济作物，搞一些暖棚、大棚啊。这个小桥还关着门呢。好吧，继续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骑行。好久没有骑这样的小路了。前面好像有一条大道。哎呀，这乱石路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但是边上就有大路了呀！啊，不错，走到大路上来了。走出一条乡间烂路啊，再去向大路地方有一个小的小卖店，正好买自水喝一喝。这里呢，好像是来到了地铁的一个什么公司的地盘了啊。我们走走边上这条小路，看能不能走得通。这条马路呢修得不错啊，我看左前方应该都是一些花农的田地了吧，蛮宽敞的。
你看啊，这个左侧一盆盆的年菊，看到这些年菊呢，相信啊，再过1个多月就要准备过年了啊，准备花市要搬到市里去卖了。家家户户呢都会放一盆这个年菊，大吉大利啊，这是广东人永远不忘的传统。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其他的鲜花等等作为摆设吧。今天虽然不是很冷啊，但是风很大。现在我顶着风在骑行。就感觉这边呢，应该已经到了番禺和顺德差不多交界地方了。小路菊场，就是种橘子的地方，好多好多的橘子，一盆一盆的摆得整整齐齐。
边是永和花场。我要往哪里去呢？我的后方呢是马柜，往前走呢就是三柜啊。我个人感觉应该要掉头了。前方是马洲，我的身后是三柜，三柜这三柜牌坊就是顺德的北窖的地盘了。但是我从这边骑进去啊，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呢？这里就是林场了，看来并没有合适路可以走啊。我看了看地图，我感觉，去平山冲，平山冲啊，我看到有一条路啊，走不出去啊？好，我从外面走，我还以为有条近路。看来已经到人家私人的地方了。本来想抄一条近路，从那个林场出去，因为我知道平山冲外面都是一些林场啊，但人家不让，那我们就只能绕到大路上往前走了。好，现在从这个永和花场再骑出来啊，又见到三柜这个字样，那就从三柜那边走吧。看来这边应该也是没有路，继续往前走。别说这边还有一个体育场啊，简易的足球场。这边呢，马路两边全是那种花木，这种林场花圃。你到时候可以看到，这些已经变得成熟的那种橘子，你看一盆盆的这种年橘，
这是广东人的最爱。虽然说，也就是在家里放不了1个月，最终呢还是要撤下来扔掉，变成垃圾。你看看啊，这条路上，这个田地的后面啊，就当地这些花农的房子建的争奇斗艳的，3层4层，很漂亮。看来他们每年从这些传统的花木中间还是挣到了钱了。就我的理解啊，就一定要让这些农民辛辛苦苦的，他们能够有合理的价值回报，就他们富裕一点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看来里边的就入春了啊，但我并不确定它有没有路可以走，所以我还是算了，继续走大路吧。但这样的话呢，就要走到三桂牌坊那里去了。哦，这个也是有条路的呀。你看这个村口啊，它就有一个收费站啊，所以你过路的车，如果只是过路呢，它应该不收费的。但你如果在这个村里待的时间久了，超过几个小时或者过夜了啊，你离开时候那就收钱没商量。哦，这边还有养鸡户。我还是转到了村里面啊，但我真的不确定有没有一条路可以去到我要去的地方呢。你看这个菊场，看看这些橘子多漂亮，好像可以摘下来吃那种，但它应该不是吃的品种吧，口味应该不怎么样。感觉是有路的。但是你听到这些村民的口音呢，都带着北方口音。我相信这个地方其实并不完全是当地人住的地方了，很多其实都是外地来的。这个农民的村庄啊，这楼还都盖得挺大的。三桂小学啊，在我的右侧。这个三桂小学建得还真不错。这里应该就是三桂村了吧？我记得三桂村还是有他们的这些道观啊，什么庙宇。三桂幼儿园，三桂村文化中心在我的左侧。哎，那弄得不好，真的就是到了我上次来过的地方了吗？好像又不是，但也是一个村头的公园。
肯定呢也是有一条小河冲流经村里。这是那个从这边骑了出来。这边已经有村里的大超市了。虽然我已经不知道来到了哪里了，但是我想象的这条小河冲呢，应该流入平山冲的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先逛一下。在自己住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冲啊，只要这个小河冲里的河水比较干净啊，我觉得还是挺灵动的，挺有一种风景在这边啊。你看啊，有些人家的楼啊盖得非常的气派啊，这绝对是挣到钱的人盖的楼。这边的河冲好像变宽了，成了健康步道，也有一些休闲的设施。这边还有个闸口，哎，看看这个是哪里了？这个会不会就已经到了平山冲了呢？在一个水闸边上啊，对面应该就是碧桂园的房子了吧？哇，这边很多钓友啊，一路这个河从那边过来，去到市桥水道，这边就是平山冲了。好，我呢已经来到了平山冲的岸边道路了。你看啊，这边左侧种了一堆的香蕉，而这个河的对面呢，那些低矮的房子，如果没有理解错呢，就应该是碧桂园的房子了。但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一直向前呢？仿佛又要进村了。东地路。要高高一下看。高啊，刚才还没有。
这边又是一个水闸，看来我已经骑到了碧桂园里面来了，玩不了那么多了，就往前骑吧。这里是歪打正着顺德碧桂园。小狗狗。确实没错，现在正处于顺德碧桂园，以前没有来过，但是这个顺德碧桂园呢，建了好长时间了，很多年了。猫猫好胖。貌似这边已经无路可去了吗？好吧。这里有一座桥啊，但不知道会不会可以通得过呢？前晚上在他家吃饭拿的。看来这个是他们村内的一座桥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从这个桥骑过去看看。蛮陡的一座小桥，骑上来了。这是碧桂园2个区啊，横跨平山村里的一条小桥。很神奇的
骑到这里来了。充电完成，谢谢使用。这个碧桂园的村里面呢，你看啊，也有很多的商铺，但是这些房子都已经老了，这种小瓷片都已经脱落了。跑。我已经听到大马路上的汽车声了，但我要找一个路，找一个出口出去。我居然没有找到出口。
我在碧桂园这个东院啊，骑着骑着我就找不到出口了，那我干脆就导航了一下啊。现在呢，继续在平山村边上这条碧桂园里面的小路上骑着，环境还是挺好的啊，因为有一条河。所以平山村的这一段呢，就已经成了私家路了，就划到了碧桂园里面去了。这里呢，就是碧桂园的东院啊，我们就得从这边出去了。鸡。好，现在呢就出到鱼山西路来了。转入了平都路啊。
也就是105国道。这里呢已经到了平山村的地界了，前面从中村回去啊。危险！大车危险！请远离！大车危险！请远离！大车危险！危险！请远离！危险！
又回到了中村啊，进到中运路上面来骑行。刚刚呢已经进入到中运路了啊，回到了中村地段了。刚刚看了一下啊，骑到现在呢，大概骑行了接近就已经30公里了。在这一段的路上啊，我们穿街走巷，进到一些村庄，也去到一些河川边上啊，领略了番禺的乡村的风景。而且这种悠闲的骑行啊，既不出汗啊，也不感到累，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休闲的骑行。但毕竟骑那么多路啊，它多少也起到了一定的锻炼的作用。这个就是我无为而治的骑行之道啊。现在呢，我在中运路上向祈福新村方向骑过去，这里大概还有4、5公里的路吧，那我们就缓缓的、愉快的骑回家。真的奇怪啊，这马路上车是越来越多，居然堵上车了。
前方呢就是大夫山的北门了。哇，今天人很多呀，车更多。看来这车大部分都去大夫山公园的，停车场爆满。不可思议啊！没办呀，现在这还有车在里面撞呢，不能再进。有时候看到这些乡下地方的这种免费公园门前停车场爆满，其实它的含义就是大家不愿意出远门，就是消费降级，就想在周围摊个免费啊，摊个便宜的。有时候真的，你在这些马路上骑行，你会看到很多现实。虽然说可能不全面啊，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能够完整的去到更多的地方，但是最起码呢，它也是能够看到这个街上的走的车、走的人、商业街区的这种畅旺程度啊。等等吧，你还是会对这个社会的现实有更多的感受，或者你对这个经济的温度呢，也会有更多的体感。总之，这也不是为一个接触社会啊，就感知社会，我觉得不错的一种方式。当然，主要就是骑行健身，让自己的身体呢活络活络。但在这个之外呢，也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作用啊。我有时候觉得一举两得啊，还挺不错的。前方呢就是祈福新村了啊，我就不录那么多了，在这边呢结束我今天的3段骑行。我觉得趁着冬日阳光底下啊，这种舒适的天气吧，到处随意走走，就好过不出去骑行，只在家待着发呆啊。另外呢，也可以看看这个街上的状况，当然还有一些这种河岸的风景呢，让人愉悦，就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下一次出行再见，拜拜。